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硅谷帮的谈话节目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了一位 special guest 鳗鱼。鳗鱼是VR Transportation 负责全球内容营销的这个总负责人然后我们今天请他来聊一聊他的一些职业发展以及个人经历是非常精彩的。我们待会儿接下来会跟大家细聊。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了，Yolanda 是那个 Agentic PM 最近 Yolanda 也换工作了恭喜恭喜这个待会儿你自己介绍，应该是做非常这个 exciting 的这个 AI 相关的这个 PM 的工作啊、好，那我们就开始吧。曼宇，你先介绍一下你自己的一些基本情况好吗？Hello，大家好，谢谢邹友邀请我来这里聊天。我叫满语，然后我很多朋友管我叫鳗鱼，这样比较好记。然后我是现在在 Via Transportation 做 Global Content Marketing 内容营销，然后也做我们很多全球的市场战略。然后我是2021年加入的公司，所以也在这个公司工作一段时间了。然后我们9月份的时候终于上市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成为一哎，家。恭喜，这个要恭喜一下非常不容易。对，觉得这段经历还挺有趣的。对，我最开始approach 鳗鱼的时候，也是因为我经常关注那个 IPO list，new IPO list，然后我就知道 VR 这个公司。然后那天刷小红书，看到鳗鱼在小红书上说我的公司终于上市了。我说，哎，这个不容易，对吧？一个上市公司，然后我们有这个华人朋友在里面工作，然后一看他的工作内容，更加神奇了。就是作为一个大陆背景、土生土长的华人。在美国负责 content marketing，而且是据我所知，是你一个人负责整个 content marketing 全球的战略执行以及发布，我甚至都很难想象 how to achieve that。所以我就先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就是你的日常工作是怎么一个情况，以及你是怎么 handle 这些日常的工作的？我觉得的确，我的这个职业的轨迹有一点儿不同寻常，因为大部分大家在海外工作的可能还是偏技术工种比较多，然后做程序员、做数据，这种比较硬核儿的科技工种很多。然后我的这个工种就是非常文科儿，而且我整个儿的这个求学的履历也全都是在文科儿。我这个是在国内读的本科儿，完了之后来美国学的新闻专业。然后学新闻专业的时候，在美国的很多新闻编辑室工作，做实习生、实习记者。嗯然后毕业之后呢，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小插曲，没有找到这个新闻类的工作，然后就 pivot to marketing。嗯哼然后就在市场这个领域，深耕，然嗯后就发现就是有很多这种可以迁移到市场的，这个工作的一些新闻相关的技能。然后回答你的问题，我的每一天是什么样的？其实非常像这个新闻编辑室的工作的状态流程。我就是想象一个记者，他在新闻编辑室，他需要想选题，然后联系采访对象，然嗯后写故事、编辑，然后发表。然后这也是我在我们公司工作的一个状态，就是我相当于是一个艺人的新闻编辑室，我要保证我们的这些内容选题跟我们的这些商业目标比较吻合，然后要就是用一种比较有人味儿的方式讲出产品故事，嗯哼大概是这样。就现在这个部门儿就是我一个人，包括整嗯。个这个 IPO 相关的一些内容啊，创作也基本是我一个人。呃，就的确很有挑战，但是觉得也是慢慢做久了，也有了一些心得体会。嗯我觉得也这个就是，啊、你们刚刚说的，我有2个问题啊。第一，我一直觉得为什么 Zoe 能够一直不断的找到人，我现在知道原来他都是那个开源找小红书来的。这个这个我必须要说出来啊。第二，曼玉，我在想你做这个是不是当时他们也看中了你这个做新闻的 background，因为这个跟
你做新闻的这一条这个线啊比较像。然后你这个说我自己发现故事是我在公司内部发现公司内部的故事，然后我要用比较比如说理科的思维啊，虽然我也不是纯理科出身，就比如说那你的 KPI 呀、OKR 这些东西，对吧？你在做的时候想说，哎，我这个故事是否能 deliver 的啊？你的这个 goal 是什么呢？对吧？就是嗯。这就又是比较 structure、比较理科思维的这种线性逻辑啊。但是我们就用这个开场吧。完全没有，他鳗鱼他们有一整套的这个 Go 和这个 evaluation，鳗鱼你可以介绍一下。对，就的确有一整套这个框架来衡量我这个作品的影响力，然后它有没有去实现一些商业目标，就是大概两块儿吧。可能这部分就有点儿 dry，有点儿 technical。那两块儿，一部分就是我们这个公司它主要的客户其实是政府，还有交通管理部，所以我们一个重大目标就是 customer retention。就是哄这些现在的客户很开心，所以这一部分呢，我们就是会比如说 set up 这种 customer interview，跟他们采访，然后问问他们为什么喜欢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然后嗯让他们来做我们这种产品的代言人，同时嗯能庆祝他们的这个工作业绩吧，比如说让他们的 transit network 更有效率。然后拉了更多的乘客，省了更多的钱，让当地的地方经济增长，然后让他们的这个job access 有提高，然后这一部分呢，就是看我们能 reach out 多少这些重要的客户，然后让他们能在比如一些社交媒体平台跟我们互动，然后转发我们的内容，转发这些采访，所以这部分是一大指标，就是我们这个叫这个 partner engagement。嗯然后另外一部分呢，就是 prospect 这部分，就是把潜在的这些客户找到，然后让他们能搜到我们的相关产出的一些内容。所以这部分就是 SEO 搜索引擎优化。比如说我嗯们写一篇内容的文章，我们要保证这个要 hit the keywords，对吧？看大家在 search 哪些 transit 领域相关的关键词，然后我们在内容当中就去回应这些关键词。这样有这个叫 buyer intent 的客户在搜索相关的内容的时候，我们公司的内容就能在这个搜索界面比较靠前的位置。所以大概就是这两块儿构成了我这个工作的非常系目统化的标吧。哈。就是你这个说的时候，让我第一想到，其实做产品 interview 这个是产品经理经常做的事情，所以这块跟我的日常生活还是有接近的地方的。第二块你说的，就让我想到了一个非常红的电视剧，就是那个《Emily in Paris》，哦，对对对那个就对对你说的跟那个有点像呢，是不是？对，有点像，而且那个组的那个氛围也挺像。就我真的觉得 marketing 组在这个整个公司的这个框架当中，都可能都是就是太多艺人了，都太嗯，活跃、太活泼，然后叽叽喳喳的每天，然后大家都是那种 high energy、highly creative 的这种性格。那你怎么去在这个一群艺人中间，就是能够 navigate 或者是脱颖而出呢？对吧？这个我很好的确，奇。一开始就让我做产品，我在一群 I 人当中脱颖而出，在一群 engineer 中间，这个不稀奇，对吧？一群艺人，这个就稀奇了。你给我们好问题。说说来这个，的确，我觉得这涉及一些就关于这个身份认同，然后文化融入，还有就是我们之前节目聊过的这个冒充者、冒名者顶替综合症 （imposter syndrome）。Yeah，就而且我自己的性格，其实我是非常内向的人，就是内向跟外向的区别取决于你获得能量的方式嘛。然后对，我觉得我一般就是自己待着会让我恢复能量，所以上班儿跟一群大 E 人，你就一开始特别不适应。而且就不光是性格上的一种觉得有点不适应，还有就是文化上，包括我们尤其 marketing 组，大家可能有发现，的确是特别白，然后很多金发碧眼的这种同事，然后他们就是土生土长长大的美国人，没有很多这个国际的在世界别的地方生活的经验。然后对，我也他们从小看的电视剧、听的音乐、玩的游戏什么的，的确这个就跟我太不一样了。
然后所以一开始同事有一些这种团建啊，或者他们聊天儿什么的，我确实有一种无法融入，然后有一点点觉得难以适应的情况。然后怎么克服的呢？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变得更勇敢一点儿吧。就比如说他们聊他们的小时候看的什么电视剧，我说我也看过什么电视剧，在中国什么什么很火。然后呃，比如像这种《家有儿女》啊这种电视剧，嗯，跟大家讲有一个这种 family 这个叫什么 comedy show，或者是这种 对。soap，like like old friends。对对对。我觉得你这点我最近也很有体会，就是我觉得有很多时候，这个不融入感是我们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枷锁。然后其实，as long as you tell a story, even it's not something they're familiar with, right? 他们会想要听的，想要知道。因为我最近也有很多体会，就是有别的族裔，比如说我们在交流的时候，我就发现别人非常勇敢，来告诉我他要的东西，来告诉我他想做的事情和他想说的话。然后他也不 care，其实那么多我是否在意，他没有这个自己先天的这个 barrier，说啊，这个人不了解我想说的是什么，所以我不说了。所以我觉得你说那个词勇敢一点，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准的点，就是还有一个 哦，take away 啊，就是可能在一群艺人当中，你要脱颖而出，就是做个 I 人，然后做个是的，然后是的，在一群 I 人中间，艺人能脱颖而出，就是要反向匹配。是，我觉得一个是勇敢，还有一个就是真诚吧。我觉得就是表达自己，自己什么经历就是什么就说什么。然后，比如他们觉得，我觉得他们有时候就是，讲的东西我真不知道，我就直接问我说这个词儿什么意思？这个歌儿唱的是什么内容？这个电视剧、这个电影儿什么情节？我觉得问的时候，他们也会就不会觉得很奇怪呀，怎么你不知道啊？他们反而会因为你这种好奇心，反而是会觉得就是更能跟你把这个天儿聊下去。哎，你不会觉得如果有的时候问一个问题啊，比如我们又回到那个 imposter syndrome 这个问题，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我这样好像显着我自己好像很无知，或者是什么都不懂，别人会不会怎么样 judge 我？对，会怎么肯定会有的。是这样一个 thinking process，right？尤其是就做这种内容营销 （content marketing），你代表的是这个公司的它的这个调性，其实是公司的门面，你怎么讲话，怎么跟人相处，其实大家肯定会把这些 link 到你的 personality 上。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来克服这些，然后的确就是除了专业工作，也读了很多，比如美国流行文化呀，然后去专门的学习一些知识啊，然后对于美国 pop culture 什么的，会自己也会看很多。所以也是来稍微学习了解一些吧。然后我觉得也是扩大自己的这个体验的一个方式。就是来美国，我觉得对我来讲也是一种体验，就当是一个这种人类学家吧，来个地方做田野调查，我是带着这种心情上班儿的。所以这种心情上班儿就会觉得哦，一直有新的事儿发生，一直有新的知识要学习，然后跟不同的人相处，的确有不同的体验。然后我觉得摆正这个心态之后，我再遇到不会的、不懂的，我觉得就像小孩儿一样好奇，就去问，就去了解。然后他们因为你这种真诚的好奇，也会觉得你是一个很真实的人，就是很有活人感，然后反而愿意跟你 share 他很多的经历。嗯。嗯，你有没有感觉，就是你刚才说的，你这些好奇心驱使你去认更多的这个流行文化也好，本地的一些 culture，对你的工作是有帮助的。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明显的意识到，哎，当我在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写一个新闻稿的时候，哦，因为我知道了这么一个 background 或者一个 context，这个 culture，我的视角会不一样，或者我的写法会不一样。确实，确实这个问题问得很好。的确，就是因为我觉得，比如说交通解决方案，这一听就特别枯燥。是的，就是因为它，我觉得很多 nature of B2B marketing 就太枯燥了，不像是那些 consumer facing product，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什么美妆啊，什么这些，你一听就觉得啊好有意思，跟你的生活体验直接相关。你说 transit solution 就会觉得我感觉不是很 干啥？不 sexy，想看，是，嗯。不想看。对，所以的确是要加很多有活人感的元素。然后比如说我负责我们公司的那个每个月的企业信，就叫 newsletter。是给我们所有客户、所有 prospect，然后包括 investor 发的关于公司的动态。然后我们大概每个月给10万人发那样的新闻信，这个新闻信是我写。
然后我就会加一些有人味儿的元素。什么叫有人味儿元素？就比如说 TikTok 的一些视频，然后跟 transit 相关的。之嗯，前有一个挺火的，是这个在成都的还是重庆的一个地儿，有一个视角，然后可以看那个车通过，然后很多游客就张大嘴在那儿站着，然后看车哦，通过，然后能把那就像把那个车吃了，就是车从嘴巴里进去，对吧？就好像挤完那个，吞掉了那列列你有车的感觉。看过吗？我有看过啊，我有啊，看过对对对，就那个我加到就是企业的新闻信里了。啊。哎，这个就跟 我想问你，transit 很相关，然后大家是这个看了问题，觉得很好玩儿，而且这是一个中国的故事，然后 你对，怎 global 么 audience they feel so resonate with it。你怎么会觉得，比如说你要 send 给10万人，因为他比如说从我产品的角度，它的 segment 是非常就非常多的 segments，right？你怎么知道我这个 tone 在这个 level，这个是 balanced professionalism 和什么，对吧？和那个 fun，就哦，是你怎么把握这个尺度？尤其你说你是一个 solo player 嘛，对吧？没有别人去做你这个工作，你在没有人给你 guidance boundary 的情况下，你自己怎么知道这个度在哪里是准的，是对的？你有没哇，有这个 这个问题特别好，因为我觉得做内容创作特别要有分寸感，就你太过了，玩过火了不太行，但你要对太拽了，大家会觉得很平庸、很没趣，对所以对，把握这个尺度很重要。然后另外你说的，另外我是 solo player 嘛，我自己来制作这个游戏规则。其实我是 position myself as a content consultant，就是我觉得是有点像这个 founder in the content session in our company。嗯所以我自己是画这个框，而不是做那个涂色的人。所以我一般会 propose 一个有一点大胆的方案，然后把这个事儿做出来，然后问我们的这个公司的领导啊，说你看这个行不行？他们要觉得喜欢，那这个就行了。而且的确，我们这个发出去之后有很多好的反响，大家就觉得这事儿特有意思。然后你让 transit 这事儿很好玩儿，很鲜活。那就是一嗯，个很好的正向的反馈。然后我们有了这样的反馈之后，就是 iteration 啊、loop 什么的，然后再继续用这样的 approach 去做 content marketing。我觉得这个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新闻编辑的一个做法，对吧？大家去提出这个 idea 的人可能是下面很多人，然后大家各种稀奇古怪、新鲜的玩意儿都有，但是汇总最后那个主编来拍板的人，然后来决定到底什么东西最后能上还是不能上，是不是这么一种感觉，对吧？确实，我可能是一个记者，然后我的 CMO，我的这个 director，他更像是最后把关的这个编辑，嗯，所以我可以了解，大胆的去 propose，了解，了解，了然后解。做很多创新的点子，然后最又让我觉得你后更像 把关。Emily 了呢。就是我跟你讲，就就是，就是，然后就是 Sylvia 是不是那个主总编辑的名字，然后来 control 这个。我觉得你这一点，我还有一个感悟，就非常有意思。我一开始听到就是这一期的内容的时候，就说，哎呀，我怎么跟曼玉聊天？他是一个非常文科，就是说我也是文科商科出身，但是不一样嘛。新闻触点和我们就是做商业的这个还是不一样。我说怎么聊呢？非常 flair。但我其实觉得你是把所有的 idea，你很好的把它们放在一个非常有趣的这个框架下。我非常喜欢你说的一点，不是你涂色，而是你制定那个框架，然后去 test 那个 boundary。然后 test 到那个准的点之后，然后又有反馈，然后就产生了一个正向的一个 flywheel，你就知道你的这个 methodology 是 work 的，所以又把一些比较 flare 的这种工种变得其实比较 structure，很有系统性的一个方法去能够执行下去。嗯。是的，其实在我求职一开始找工作的时候，我有意避免了一些大公司，我就喜欢 startup。我觉得 startup 你的灵活度很高，你可以做你想做的事儿，而且因为它太松散、太不 structure 了，你反而有很多自由灵活度去做你想做的事儿。嗯，哎，你你能给我们 真的会 quantify 一下？就是你刚才说你有一整套评价机制，你能够跟我们 share 一下，就是你自己的这些 content 最后出去这么些年来，为公司带来了多少的收益，或者是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 feedback loop，就是你 aware 的，好问题。从我们就 Content Hub 这个流量上来讲，我们这个8月就是2个月前，嗯呃我们的这个 Content Hub 这个 session 一共收获了50万的点击量，然后这个是我们公司历史最高的一个嗯状态，当然也跟我们的这个 Pre IPO 啊一些 campaign 什么的，这些活动相关。
然后流量上是这样。另外呢，写的这个新闻信每个月有10万的这个 subscriber，然后他帮我们公司每个月都会能安排100到200个 prospect call，就是他们因为读了这个信，会觉得哦，对我们公司想了解，觉得想这个询问更多，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渠道，帮我们公司能 generate new leads。然后对，第三一个就是我还运营我们公司的这个社交媒体平台，20万粉丝在领英，然后不到1万在推特这些平台。然后我们 Q3这个季度，领英这个平台有100万的浏览量，就是我写的这些 social post 大概有100万的人看到，然后帮我们公司获得了几千个新的这个 follower，然后有4、5万的是 new visitor landing on the page，所以的确是从影响力上，这个通过内容的方式让更多人认识我们、了解我们，然后产生一些商业的这个价值。此处应有掌声，非啊，常谢谢。了不起，非常厉害，非常厉害。我我觉得这个你应该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跟公司一起去敲钟啊？我觉得你 deserve 站在那个台子上跟公司一起去敲那个 bell。然后我们再往前推一下，因为你刚才聊到了找工作，然后想要挑一个 startup。我觉得你之前的经历也非常的 impressive。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曼玉同学原来在 BBC 做 intern 的时候，曾经是就是以 intern 的身份成为他们当时这个顶流文章的作者，就是他发的文章是当时流量最高的。我觉得这个对你以后的职业发展其实也是有很大的帮助和影响。我觉得我们来聊一聊这一趴吧。就是你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你给我们讲一讲。哦，谢谢。是我当时在那个纽约大学读新闻系的时候，申请了 BBC 驻纽约的新闻室的工作，是一个 editorial intern，然后就是 pitch story、write story，然后发表这些采访人发表故事。然后我当时入职没几个月，就疫情了，然后就不让我们去办公室了，所以就只能是整天在家。我就没事儿，我就刷推特，然后看大家都在聊什么，大家有什么这个情绪啊什么的。然后我就发现推特上好多人聊一个话题，就是说为什么整天在家，用视频会议会让人觉得格外的情绪耗竭。然嗯，后一大堆人聊这个事儿，但是没有一个结论。因为那时候大家可能对视频会议还没有像现在接纳度这么高，刚疫情开始，刚刚开始，然后我就觉得这事儿特有意思，而且的确，这个社交媒体上有这样的 sentiment，就是有这样的情绪在涌动，然后我觉得，哎，我就真的就感觉到这是一个趋势，然后这是一个热点话题，然后我就搜遍全网，竟然没有一个人把这事儿说清楚，然后我觉得，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选题机会。然后我就写了一篇文章，叫《The Reason Zoom Calls Drain Your Energy》，为什么这样的视频会议特别让你情绪耗竭？然后就很快采访到了一个心理学教授，然后还有一个商科的教授在法国，然后跟他们联络，做了一个这个采访，然后快速的写出了一个故事，也是赶在了那个时间点上，就是嗯你特别及时响应了这个社会上的情绪，然后发出去之后，很短时间内就有了几百万的流量。然后嗯当时 BBC 驻纽约的那个总编就给他们全体记者发了一封这个邮件，就是说我作为 intern 把他们的这个 bar set to the universe，就是说做的太好了，然后希望大家能多多借鉴我这样的工作方式，然后写出更多有流量的故事，然后会觉得这个 moment 特别激励我，对，然后得到了很多认可，而且也得到了这个市场的观众的这个回应嘛。哎，我很太棒了。好奇这一点啊，就是比如说 BBC 有很多资深记者，对吧？他们应该也会关注到这点。你觉得你跟他们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你能 capture 这个点，而他们没有呢？哇，这个问题也提的太好了，就是我也我应该，当时在这个问题真的太好了，就是我觉得有2点。嗯第一点就是我当时在新闻系学的时候，老师他希望我们实践的 approach 就是 audience first approach，
他说之前的记者可能更是一种 scholar 的这种学者的姿态，他觉得什么事儿重要，他就来通过自己的这个 editorial judgment，然后来去编辑、采访、写作。他其实，在他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是没有把 audience，没有把观众、读者放在他考虑的这个范畴之内的。但是我们老师就一直跟我们说，一种做市场的新闻来做市场的思维来做新闻。然后这一点是让我觉得特受启发。他说你就是你做市场，你肯定要知道你的读者是谁，他们什么年纪，他们平时会在什么平台 hang out，然后他们在什么事儿花时间，他们爱看什么，他们的 day to day 是什么样的，你一定要对你的读者有了解。所以我是相当于把这一套 approach 应用市场思维应用在新闻创作当中，所以我很有意大量的思。时间在社交媒体平台看大家在聊什么，然后收集一些信息，收集一些信号，通过这些信号来帮助我创作故事。然后这是第一点，我觉得跟传统的这个 journalistic production 不太一样的点。然后第二一点，我觉得的确是有 passion 跟这种 freshness，就是你刚到一个环境，然后你觉得啊，我真对新闻太热情，太喜欢了，所以就我也觉得这个特别想做好。然后，但可能很多就是大家做一件事儿做太久了，会有一些职业倦怠，可能就的确是没有刚入职的人有那样的激情，我 要把 passion。事情做好。对，我这个非你先说。这个非常 resonate 我 personal experience。因为我确实是觉得 intern 是一个非常 unique 的一个 position，可以为公司带来巨大巨大的一个 benefit。如果 position it rightly，我当时在易贝做 intern 的时候，那还是个 summer intern，还不是说毕业以后的一个 intern，只是一个 summer intern。当时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公司无论发生什么事情跟我其实都没关系，对吧？你会有这么一个心态，因为我这是一个 intern，我在这待3个月我就回学校了，对吗？所以我没有任何的包袱。我这些 KPI 没有一个 KPI 背在我头上，对吧？那然后呢，你会发现公司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没有人，就好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疫情这个视频会议这个事情，没有人能够说的特别清楚 why，对吧？What happened？我当时我们公司是我在那个易贝实习的时候，是公司刚开始上 recommendation system，就给你推荐这儿推荐那。那公司内部没有一个人把这个东西理得非常顺，说我应该什么时候推荐什么东西，用什么算法啊、什么方式、什么角度，该推荐什么样的内容。但是呢，他们又做了很多工作，但是就是没有系统化的来规范或整理。当时我就是说，哎，那我觉得既然我的项目是在这个 recommendation system 上，那我为什么不就把它全部给它理顺一遍？因为只有 intern 有这个 luxury 可以做这个事情，因为我不背 KPI，我没有任何的 daily routine 对，job 要做，我可以把我整个3个月时间就 focus on 在一个问题，我好好的把它给它理清楚。然后最后我的那个 recommendation 是我记得当时我都已经离开了公司，大概过了半年，然后那 director 还问我，哎，Zoe，你看啊，你当时那个 PowerPoint，你这里这一块是什么意思？我当时都很吃惊，我说这玩意都过了半年了，你还在看呢？我都快忘记了，就说明就是 that's actually some value to the company。而且后来因为我拿了 return offer，当我 join 公司 full time join 回去的时候，我发现整个 team 都按照我当时 recommendation reorganized 了一遍。就我给了几个 bucket，我说 recommendation 应该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然后我发现，哎，这个就回去的时候，full time 的时候，哦，有3个组，就是 exactly 就是那3个方向，就整个 structure 就是按照这个东西来 set up 的。所以我自己是有特别切身的感受。我是经常说，我觉得我 summer intern 做了一个自己职业的一个 peak，就就很难，你 full time 的时候有这么一个心力和一个 opportunity 去做这样的事情。嗯，我觉得这是双向的。你就说到你刚刚说的，就是说，你可能也不 care KPI，他们看你也不觉得你在这个 corporate life 里头已经，比如说被驯化了，所以你的东西是新颖的和跳脱的，然后是值得被执行的，然后它不是说因为某些原因而做的，就是你这个根本的 root cause 是非常纯粹的。所以是值得被采纳的。但是说到曼玉刚刚那个，我是有非常非常多的想法，我看看我能不能把它很清晰的表达出来。第一，我觉得在跟你聊天之后，我发现这个媒体人这一块跟产品是有相似性的。比如说你说的从 audience 中来，
像我们说的很简单的，就是 user centric。我觉得真的做得好的 user centric 的产品是非常非常少的，因为它背着太多的 KPI 了，它背着太多就是比如说 engineer 或者是 business 想做的东西，能真正做到 user centric 的人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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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少。第二点，如何做到 user centric？我觉得不是 learned，that is not learned，that's your blessed gift。You are naturally blessed with this. You have the passion for it. 你就是有 human touch，你就是从那个当中汲取能量，和你 naturally sensitive about humans，你就是 interested in those people 和 humankind。Rather than I learn that I need to be. I know你的 professor 说我们要从 audience 中来，我相信同样你一个班级的人都听的这个，但是他们 take away 都是不一样的，和他的 mindset 和他的具体的执行是不一样的。然后联系到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当你说你有 passion 去看这个 trend 是怎么样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你自己的 human touch，你对人有 curiosity。这个 curiosity 在产品中也非常非常重要的。我有了 human empathy，如何有 human empathy 和如何解决 human empathy，就是要有这个 curiosity。有了 curiosity，我才想要去了解人；有了 curiosity，我才想要解决他们的问题。产品是解决问题，把它 narrow down 到一个非常 structured 的一个 problem and solution。但是像媒体人，他可能是我可能想做的，我不懂啊。想做的就是说，提出一个更大的问题，提出一个更 broad 的 concept，让所有的人都对这个感到 curious，或者是，我给你一个 solution，或者是我给你一个 insights，但是你可能不 agree with me，但是 get you to think，right？就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是你们想要做到的地方和产品不一样的地方。还有一个就是你说之前就是 BBC 的现在的这些记者，我想说这个是不是每一个产业它都有这个迭代，对吧？之前那一套的东西，可能它就是需要你有专业度和 expertise，或者是不是说现在的这个方式没有，但现在的更多是从crowd 中来，从 audience 中来，可能也是你们就是媒体人，就是媒体这个学术有这个，你知道，就是 evolution 嘛，就是慢慢的从注重严谨性、专业度的东西转到了从 audience 出来，我就在想这个。然后你总是让我想到那个那个导演叫什么，就是直进了《黑镜》第7季的那个是不是叫王浩路？就是他也是一个，我是在《岩中花树》里听到，他也是就是中国唯一的中国导演，能够在英国指导就是《黑镜》这样一个比较 sci-fi 的一个非常那个 deep，就是白人这个族裔的环境中能够脱颖而出，并且好像还得奖了。所以我有的时候在想，就这样的人，他就是你就让我想到了这个人，我就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做的工作。然后，不是说，不是说，就是说我努力就能达到，而是我觉得你们本身就有这个天赋，也有一点，不是说所有听的人说，哎，我没有这个天赋，我不要做了。只是说我觉得你的，因为我本身也会有人跟我说，你是有天赋做产品。我一开始听到时候是非常生气的，我就说我花了这么多努力，你抹杀了我过去10几年的努力，对吧？但是这个努力也是天赋的一部分。这个事情我咂巴了3年，到现在为止，我在听到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表扬来的。所以我就是想把这个也反馈给你。我不希望你听到说，哎，觉得抹杀了你所有的努力，但我觉得你是有天赋。一个人应该 lean on 他自己的 strengths。像我们以前小时候学的都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现在跟小朋友说的是，发现你最擅长和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 lean forward 嗯。去做那个。我觉得你有哎，这个曼玉，你怎么看？你怎么看？就是从你自己的自身的角度，当你达到这个 achievement 的时候，你有没有想，哎，为什么我能够做成这样？从你自身的角度，你是怎么来看这个事的？我觉得刚才你们两个说那个点，我都挺有共鸣的。就是我觉得作为刚才你说那点，就是你在一个 structure 的环境当中，你没有那个 follow 这个 structure，我觉得这就是一种企业家精神，就是你想法很天马行空，或者你有一个很自由的这样一个想法，你很有创新的这个思维，我觉得这是一点。然后好像的确是你在企业当中。这个 structure 和 unstructure 是有一种这个张力在的。你的 KPI，你的日常，好像你做的越久，它占的你的这个时间越多。但是那些 breakthrough innovation 往往是
就是很灵光一现的。但如果你真的能花时间做那些，它才是真正带来成绩的部分。这是一个，然后还有尤兰达，刚才你讲关于这个天赋的这一点，我其实有点好奇，就是你说别人讲你有做产品的天赋，你后来你对这个说法和解了，嗯。那你觉得这个和解的过程是什么样的？是因为原先我一直认为，就是中国人，我不知道，就是我觉得我们可能我也是 stereotype 了，就是我们可能年龄上有一些差距，就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的教育啊，是说你是要 well-rounded 的，包括我们当时申请 MBA 的时候，这个 package 是必须要 well-rounded 的，不能让人觉得有缺角的，对吧？你怎么样也得包装成你如果有弱点，就要去 train 自己，或者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在日常跟一些白人朋友的交流当中，我发现是他们觉得说人就是有天赋的，就是如果比如说，他们玩 sports，从小到大，如果他的 coach 跟他说你是没有天赋的，你没有不值得在这个世上花，他们就放弃了，换一个。对我们来说，我们不是这样的。你说我不行，我就拼命要证明给你看我是行的。对我来说，我是有这样就执拗在里头的。所以在我这3年，在从不高兴到高兴当中，是因为我的这个执拗，慢慢的由于就是经历的事情和陈述和思考，就发现这个没有必要，因为找到自己喜欢和擅长，并且能在这个里头做好，是非常需要天赋的。我觉得人找到。像我第一份工作的时候，我记得一直有一个非常大的 debate，就是喜欢你干的还是干你喜欢的。当时做得好的人都说我喜欢我干的，但其实我觉得他们的回答当时他都不知道自己在回答什么。我现在想来，这些我认识的我的 peers，他能做好，都是因为他干的是他喜欢的。而我现在终于找到了，我干的是我喜欢的，那就是说你能在你的天赋领域里发挥你自己特长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赞美，从这个喜欢的，就是找到这个喜欢的过程，是需要经过非常多的努力和非常多的心思和时间和能量去做的。其实我才和解了，就是说他并没有抹杀我的努力，而是他在称赞我另一种方向上的努力。哦，那像比如做产品的这个天赋，你刚才提到就是有对人的关心，然后你有这个好奇，你觉得还有哪些是就是这个做产品的天赋？我说对人的好奇就已经很抽象于它就是具体的那个技术层面的东西，对吧？这是因为我在做产品之前做了很多乱七八糟其他工作啊，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打基础，都是很多基底，所以你基本要有 business acumen，这个又是一个很老的词，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在10年前、8年前 interview 的时候，别人会说你有没有 business acumen，或者是别人说你有没有 influence，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抽象的东西。但是这个你没有时间和精力的积累，你就是没有办法有的这个直觉，这个直觉由经验而产生，这个经验由你具体做过的和遇到过的挫折而产生。所以我觉得在只说到对人的触觉之下，你得有你很多的各个领域的经历而产生的 business acumen，产生的 technical understanding 和对 system 和 unsystematic 的事情的一个理解能力。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那具体说到比较扎实的产品技能，它就是 business，呃，tech 和design，就是这3块。嗯，是，所以我一直很好奇，fresh off of college 是如何做产品，因为我缺乏我刚刚出来没有很多经验的情况下做产品的触觉，我觉得这个触觉啊是很难达到的。但是你又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路，就是，嗯。你也不是毕业很久，对吧？就是你的这个对人的触觉，并不是说已经积累了很多很多的工作了，所以我更就是强化的认知到，其实一个人如果找到对的这个方向，然后在天赋的加持下，他是能够就是有质的变化。我觉得就是不知道我有没有把我自己的这个想法说清楚啊？就是这总体来说都是称赞，但是可能听着不像。没有没有，我觉得你总结的一个，其实我接下来也是想聊这个，就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就是你刚才说的，是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还是因为你做了这个事情才去喜欢它？嗯，我最开始私下跟曼玉聊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聊到这个问题，就是我知道。呃，
甚至是从外来人的角色，从我的角度，我都不说从曼于自己的角色，从我的角色，我都非常希望，哇，一个 intern 在 BBC 能做到这个程度，如果变成了一个 BBC 的大 journalist，对吧？呃，那会多么的 impressive 啊，对吧？你就好像你刚才提到那个《黑镜》里面的那个导演一样，那个华人导演，对吧？你觉得在这么一个国际化的环境里，然后我们一个大陆背景的一个导嗯，演能够打出一片天，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事。还有一我也希望看到，跟曼玉很像的是，他原来也是做 investment banking 的，他就是跟那个领域是不一样的。像曼玉以前也是做 journalist 嘛，所以他转到了去做 content leader，他这个其实也是有区别的嘛。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我觉得也有很多相似性的。嗯哼，对，exactly。所以我觉得曼玉，你也可以聊一下，从你自己的角度来看，你还对 journalist 这条路抱有多大的 passion，还是说 OK，我做了 marketing，我觉得 OK，这个我也做的很不错，对吧？我可以继续深耕，然后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的确有，因为我觉得就是特有意思。我之前用市场的思维做新闻，现在用新闻的思维做市场，我也想然后我就找这两个路径它的共同点，就是无论是市场也好，新闻也好，其实我觉得都是呃，可能是我体验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认识世界的一个途径。就是我感觉我是需要一直，比如说一种变换环境啊，然后跟不同的人接触了解。然后我觉得我最初来美国上学也是这个初衷，我就很好奇，说我在中国待这么多年了，那去别的这个文化呀，社会环境待一待是什么样的体验？那儿的人他们怎么来解决问题？他们玩儿什么？他们吃什么？喝什么？他们怎么过他们的日常？我觉得我其实是把无论是新闻也好，还是市场也好，我都把它当成我人生的一个体验。然后，如果这个有一个 ideal job 的话，我会觉得能在不同的城市生活，然后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做一个这种风土收集者，会是我的觉得最理想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你其实还没有这个执念，你现在更多是 exploring 的状态，就是去看 还是有一 what's 点 there，对吧？去探索，看看这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还是有一点这种全职人间探索的这个意味。呃然后也是想，哦，尤兰达，你刚才说什么？我就想问概念，就是你觉得你怎么看 job career 和你的这个人生？我从你的聊天当中，我觉得你这三个是融合在一起的，在现在阶段是这种感觉吗？就是嗯。确实是因为可能，在就美国的职场当中，我觉得我跟很多同事都处成了很好的朋友，就是好像这个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 跟这种 personal relationship 的这个边界还挺模糊的。肯定我们工作的时候都说工作的事儿，但下班之后会跟很多美国同事一块儿出去玩儿啊，公路旅行啊，然后聊聊大家的情感呀、八卦呀。我是带着一种很大的好奇了解，哎，你们作为美国人是吧？你们的这个 dating culture 是什么样的？你们跟父母关系是什么样的？你们对于流行文化怎么看？你们对于 AI 怎么看？你们会在意全球变暖吗？我是真的是有一种这样的心态来跟他们相处，所以就是工作好像只是我这个人生体验的一环。然后我觉得 OK，我在 VR 干了。从商业的框架来讲，我大概了解了这个企业从一个初创到上市，它的流程，它这套这个框架，然后每天执行啊什么的，市场啊战略这是怎么做的。然后我之前 BBC、HuffPost，然后包括在国内的路透社，甚至在央视、中央电视台，我都有过实习的经历。所以新闻媒体这块儿，我也差不多了解了中国的、外国的这个工作的氛围什么样。大家的这个叙事结构什么样，然后每天的日常什么样，所以我对于未来就是也是像你刚才讲，就不设限制。如果想探索一下新的行业、新的领域、新的工种，我觉得我还是有比较开放的心态的。这个我听得非常羡慕，就是你有没有看嗯，满脑子冒出的羡慕？心不打在公屏上。那个，你记得上一期我们聊聊那个 AI vibe coding，聊到最后，我们最后说，下一个时代的核心能力其实就是 curiosity，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事情足够好奇，不断地去探索它，而不是你有什么样的 skill，因为这个 skill 都会被 AI 所取代。我觉得曼玉就 exactly 一个模板，活生生的例子摆在这里，就是对这个世界充满了 有口袋可能。curiosity。嗯，是的。
哎，我会觉得，就是很多同龄人，我就是跟我年纪差不多的90后、95后、00后，好像大家这个心态上都会有一些转变，觉得卷职业的 career 就是卷和躺嘛，然后大家觉得好像对于卷职业的 career 这件事儿都有点祛魅了。然后好像更想找到自己的在世界的位置，就知道自己是谁。像刚才尤兰达你讲的，自己的天赋、热情，做什么让我开心，做什么让我觉得能量消耗，然后带着这样的框架去 approach 生活，approach 工作，就让工作为我所用，而不是说我就是爬企业给我们设定的这个梯子，然嗯。后成为一个小螺丝，一直拧紧拧紧，然后燃烧自己去这个。我觉得就是这个是现在年轻人这一代，尤其就可能是中国人，美国的 generational evolution 我不知道，就是他是以人为本的，你会不会发现，所有的都是以我为主的，而且我也同意你说的，卷和糖，它可能太绝对了。我不是说我绝对的卷，也不是说我绝对的糖，只是说以我为初心，是怎么样能让我感到最有 sense of achievement 和最开心的，这个是的，就是，对然后吧？我的一个自己的体验是，我觉得 OK，公司上市了，但其实坦白讲，从个人的体验来讲，我觉得我就是很 neutral 吧，情绪很 neutral。然后我就对自己多一点了解，我觉得哦，原来卷这个商业的游戏，赚更多的钱，然后爬企业的这个梯子，不是那种让我内心很有感应的事情，就这个完全跟我自非常的己的体验。好奇，通常人都是会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受，对不对？你竟然是很平稳的过渡，我跟曼玉聊的时候，我跟他说，我的上一个公司上市的时候，昨天早上9点半，是这边的6点半，我6点半天都没亮，一个人爬起来坐在床上，打开电脑看那个直播，心里真的是毫无波澜，就是就是而且当时我有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公司上市了，agree，但他并没有 prove 你是 anything to 觉得 me，你没有去就是高中，所以因为这不是你有感我的公司，觉。这不是我的公司，公司上市了，great，I'm happy，但是你扪心自问，是因为我工作多么多么强，然后怎么的把这个公司带上市了吗？好像也不是，对吗？所以那到底跟我有什么很大的关系呢？你们俩都太并没有，谦虚了，这个绝对是并没有。有关系的。你们这个是佛祖心态，当已经是得到过了，就不在乎了，你知道吧？就是你们是这样子的，我非这个常能理解一个曼玉的里程碑，心情。它的确是个里程碑。然后同时我也在就想，这个资本主义的游戏我要不要玩儿？那对于这个商业框架里，好像上市就是这个游戏的终点了。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有限的游戏，但我觉得我想玩一个无限的游戏，就这个无限的游戏可能就是人生。哇，他这个所以我要问一个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回答的问题，就是 What's your next step？你是嗯，回去做 journalist 呢，还是继续深耕 content marketing 呢？还是说你有一些新的想法？还是说 OK，我们先在现在这个情况下继续往前走，然后再看看有什么有趣的事情会发生？我觉得现在我对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有点儿是全职人间探索，就是因为我的确觉得在这个公司我还是能继续成长，然后继续建立一些有意义的连接，因为我会有很多机会接触到美国的官员，比如说美国的这些市长啊、交通管理部部长啊，然后跟他们进行采访，然后从就是了解，比如政治家他们是怎么看美国的这个地方的生态，怎么通过交通来帮助地方增长经济。然后帮助他们能得到选票。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框架来看，这部分工作还挺有意思的，能让我结识到很多不同的人，然后对美国的这个微观的生态、政治生态呀什么的有很多了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商业这块儿我有好多事儿还是想继续学习。就比如说刚才提到的 SEO 这个事儿，听着好像很简单，然后大家做 marketing 都会做 SEO，但我就现在 transition 到了 AEO，比如说 Answer Engine 或者 AI generated 这个 我想问这个 search 问题，optimization，但是 众说 SEO 纷纭，嗯，对，众说纷纭，但我觉得就还是没有人真的把这个事儿说的特别透，或者能钻研出一个嗯特别就是 proven 的这么一个框架。所以我觉得从就是我自己的职业成长上，商业的这些事儿，我有一些还是挺想整明白的，也是出于一些好奇心。然后的嗯确在这个公司也待了很久，跟同事关系也很好，然后工作的就这个 work-life balance 很好。所以我有很多自己的时间能去探索，去做一些我很感兴趣的事情。所以现在还是在一个 transition，一个探索的阶段吧。嗯。
我相信若干年以后，我们一定会看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你，跟今天非常不一样的你，因为你这个心态真的是非常的 impressive。然后，呃，我也祝愿你能够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然后获得内心的愉悦，获得成功，获得你自己意义上的这个个人人生的成功。我觉得这非常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就这个世界上最后所有的事情，如何让自己高兴，如何自己满意，其实是最难的。不管说你说职业，我 哦，promotion 啊，做什么工作，这些反而没有那么困难。如何最后能够满足自己，其实是最困难的事情，非常是的，非常了不起。然后我觉得就这个他发就特别好，我之前也看了很多，我觉得就是海外华人这个群体还是挺独特的，就是因为比如说咱们在国内，因为我们的学历背景啊什么什么的，你可能就在职场上会更游刃有余，或者说你更有所谓的特权，然后来到美国之后，的确你本身自带的这些特权，比如说你的学历呀，然后家庭啊，所谓出身啊，这些给你的东西，在这儿就都没有了。对，我有这个感觉。所以大家都是很有一种就是移民精神，一种就是都很勇敢，然后能很拼搏。我们之前说你很勇敢，我觉得你又回到了这个初心。其实我们大家都很勇敢。听这里，在这里的湾区的人，或者是所有的移民，其实大家都很勇敢，不然的话，大家不会在这里的。其实我们的初心为什么会感觉到羡慕你，是因为我们的初心其实都跟你是一样的，只是在很多的情况下，有些时候要放一下初心，去做现实需要我们做的事情，有一点这个感觉。嗯。嗯。那你说现实要做的事情，主要就是比如说要找工作，然后要嗯。方方面面啦，人生的选择啊，事业的选择，个人的选择，情感的选择，有时候都是会有一些呃你意想不到的事情会发生，或者说要委曲求全，我觉得这都会发生了。但是还是回过头来讲，还是这个初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你知道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你去寻找这个东西。我觉得不管结果怎么样，我觉得这个过程，呃，本身能够给你带来愉悦，我觉得这就非常非常了不起了。嗯。哦，想聊一个，我想最后问一个问题啊，我一直就是从我一开始就是怎么样说好一个故事，就是从你的角度来说，你比如说有很多想法啊，收集到很多信息，你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 storytelling？我觉得这个啊，不管是谁在 engineer 也好，做媒体人也好，都是需要的。我非常好奇，我一直在探索这两年，怎么样把一个故事给它说好的，说了引人入胜，又简单又 succinct，right？你有没有什么好的秘秘籍。籍能教会我们？很好的问题，这也是我每天都在想的事儿。其实我觉得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你得知道你在对谁说这个话，就嗯，还是 audience 啊，audience。然后要了解对方。你越了解嗯你讲述故事的这个人，你就越能讲好这个故事。嗯所以我觉得，就回到咱们一开始说的，做市场、做产品，就很相通的，全是以人出发。就比如说在市场这框架里，我因为总是跟我们的这些客户聊天，所以我就特知道他们的所谓痛点啊、痒点啊，然嗯后他们的这个背景啊，然后他们对什么在意，然后他们觉得哪些是就是比如说他们工作当中的面临的一些困难啊，如果你真的能 address 他们这些 pain points，他们就会很乐意看。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能提供什么样的价值，这个价值就得是只有我们才能提供。如果能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是非常能说服我们的客户。然后我觉得这是在商业的框架，就是市场的框架讲故事嘛，知道你的受众，然后你能很清晰的表达出自己的价值。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就大家都是有情感的，虽然 B to B marketing 听起来很 dry，然后不是那么有趣，但其实我觉得越是在这种领域，你越要抓到人的那个情绪。
就是让他看了之后有一些这个情绪的波动，无论你是煽动焦虑也好，还是让他们 imagine 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也好，积极的或者是负面的，你让他看东西一定得有一些心理感受点儿什么。嗯，嗯活人感，就像你说，它能拨动他的活人感，不仅是我告诉你有活人感的故事，还触动你心里的一些情绪，就是没错，没错。就比如说，我一开始被我们公司 hire 是做这个 data journalism，用好多数据来讲故事。但后来我们发现，其实数据讲故事的效果真的没有一个，比如说 writer interview 这是的，样，呃，嗯大家讲啊，你们公司怎么好？我用了你们的服务，我能接送我女儿残疾的女儿上下学，然后能维持我这个在百货公司打工的这个工作。大家一听这个就觉得哇，transit service 非常 essential。就比你说我们这个 expand job access by 70% 更让人觉得有共鸣。对。这所以看来你的工作也经常是在于，要 balance 这个 data quantitative storytelling 和 qualitative storytelling。有的时候必须要有 data，要有 KPI，要有 feedback，对吧？但是真的打动人心和直击人心的都是那些 edge stories，那些 edge 的情绪，但那个你可能光用数据就没有办法看到了。嗯。嗯，是的，其实我也有点问题问你们两个，就你们在美国也工作一段时间，生活一段时间，你觉得对于比如说在 early career 或者这个 mid career 的职场的华人，尤其是这个大陆背景的华人，你觉得有什么建议吗？或者有什么会对年轻的你们会说的话？哎呦，我觉得你还要问这个问题，我都觉得你刚才都已经给出非常标准的答案了。我不知道尤兰达，你有什么要补充的吗？我觉得还是要勇敢一点，就像曼玉刚刚说的，我觉得你很好的总结了之前说，因为我想到你刚刚在说勇敢一点的时候，我的图像啊，情绪在我心中有的就是当年可能14年前，在我 MBA 做 social circle 时候的那种胆触的感觉。你跟我说勇敢的时候，我想到是我当初的胆怯。所以我想告诉大家，都要对自己勇敢一点，就是要把大脑训练的麻木一点，不要有这么多的敏感，就是以人为本，以自己为本，想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去冲吧。嗯，我其实你已经把你来了这里就是来冲的，然后你再把自己套在一个框子里，不用这样，都对，是人。我其实在我读 NBA 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的感悟，当然也不能叫感悟，其实某人对我说了那么一句话，我这句话一直记到今天。他当时跟我说，人嘛，大家都是人，你不要管他什么白人、黑人、黄种人，大家都是人，仅此而已。That's a human being over there. That's it，就没了。我这句话一直记到今天，我觉得很多问题就是因为我们附加了太多东西在这个上面。我觉得他们的文化是什么样？他们怎么想这个问题？他们怎么这样？我们怎么又不一样？其实你会发现，人和人没有什么太多不一样。饿了就要吃饭，困了就要睡觉，高兴的事情就开心，不高兴的事情就哭泣，对吧？人人都想有份好工作，有一个 happy life，人人都不希望过得很 pathetic，呃，就是大家的情感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大家的思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没有那么多真的就是本质的差别。当然，社会性肯定是有差别的，文化也是有差别的，但是人本身是没有那么大差别的。我突然通过这句话想透了很多很多东西，就很多的事情其实是我们自己脑补的，就怕这个怕那个，然后担心这个担心那个，其实毫无必要。你把握了本质，大家都是 human beings，so what？你我觉我想得我觉去现在更想说的是，除了把他们当做正常的人之外，我认为每个人是个人就会 judge，只是他说或不说，无论你怎么表现，他都会 judge 你。So be it，be yourself，这个是我想要说的。但是我觉得曼玉你没有这个问题，但是你可能没有，别的问题，但是他没有这个问题。对，因为你已经把这个问题。我也，我觉得听到这还是挺就是我挺有共鸣的，因为我内耗了很久，我觉得这可能内耗是我的一个这个课题吧，然后也花了很多的方式方法来克服内耗这个问题。
所以我觉得对，就是不断成长的一个过程。我都不知道，因为在你说的故事当中，我们都不觉得你会是一个非常有内耗的人。我觉得这个又回到我们之前说的 imposter syndrome，是不是国内的这个教育体制下就会产生比较容易有内耗的这种个体？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么在乎，会去想别人怎么样，会不会，这个跟我们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啊，全世界人都是一样的啊，因为这个 imposter syndrome 本来就是美国这些人提出来的，他们就觉得有这么一个现象，所以确实，大家大 imposter 家 syndrome 都是。没有不好。我承认别人说我 imposter syndrome，我觉得是对我 super type A 的表扬，我是这么 take 的，真的。哦。你然后永远想超越自己。我觉得在美国之后，我更重视这个 mental health。之前什么 mental health 啊不知道啊，把每天功课、把每天事儿做完不就行了吗？要什么自行车？我之前是这么想的，我们后来现在不单要自行车，我还有摩托车呢啊。对，现在来美国之后发现，哦，其实这边大家对这个心理健康啊，重视很多。然后上学那会儿，大家都看心理咨询师。然后我的确觉得这个对我的这个自我觉知啊什么的有很大的帮助。我觉得中国人不是不看心理咨询师，而是中国的文化它是群落生活的。我习惯把我的故事告诉我闺蜜，可能现在的社会有点不一样了，但是以前比如说都是喜欢朋友之间聊，但美国人他是比较独立的，他不愿意把我自己的，不是说我没有好朋友去聊，而是我为什么要浪费别人的时间去听我的 concern，那我就付钱请一个人付钱，嗯。来听我的 concern，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不觉得不是中国人不愿意解决他心理问题，只是说我们有别的出路去解决了。嗯，这是我对于这个心理健康问题的。然后他们，美国人是他不是说你懂吗？不是说他一定这个就比我们中国人的方式更高级，而是他这社会形态，他就这个社会的问题，对，对社会。他不接受，不是说我有 privacy concern，而是说我没有这个资格 burn 你的 time 和 energy 来，因为美国人就是。所以我有的时候有爹味很重，我不想说，就是说，因为到后面有家庭有生活了之后，你会发现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要你亲手操刀为之的，就是这个在国内是没有的。我躺平，我点个外卖，所有的东西都是送到我口中来的。就我曾经看见过一个脱口秀，就说甚至于我希望这个东西2分钟之内就到我的嘴里，你还帮我咀嚼，就是这样一个程度，已经到了这样的程度。在美国，你什么事情都是要自己做，你会发现 burn energy 不是说时间了，burn 别人的 energy 是一件非常非常要命的事情，所以他是没有这个义务去听你，所以他必须要有心理医生这个工种而来。然后你说到有什么在未来的职业发展中，嗯，我自己本身我不知道是好还是坏，就是在我13岁的最好的闺蜜评论我，就是说你为什么到现在你已经这么老了？你好像跟你13、14岁的时候还没有变化，就是说我是那一块没有磨平脚的石头。照理来说，在社会里滚一滚就应该磨平了吧，光滑了，但是我是没有，所以但是有很多时候我告诉自己说要 keep your edges，但这个 edges 会让你吃很多苦头的。我想把这个也送给你，就是说 keep your edges，哪怕它会让你吃苦头。但是我觉得在40岁的时候，就是快要进40岁的这个门槛的时候，我还有很多的 passion，很多的 enthusiasm，很多的爱与恨。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我不是一个非常感觉到了。讨厌油腻的中年人，就对我来说，我永远是像鲜活的十几岁的那个时候。我愿意到我80几岁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所以我认为你应该 keep your edges，不要内耗，做自己，哪太棒了，怕得让你很有力量，特别有力量。太棒了！感谢尤兰达的这个分享，亲情的分享，太棒太棒了。好了，我们这个聊了，你看我们这个又聊了很多这个社会的议题、文化的议题，还有赞美华人的问题，这是个永恒的话题哈。但是again 还是恭喜曼玉你的公司上市，非常了不起的成就。然后今天我们也一起来聊聊你的 career 的发展，非常 impressive。也希望你今后可以继续保持初心，然后来继续 explore 你的精彩的人生。也欢迎经常来我们硅谷帮，我们这里随时都是 好 open 的 嘞，environment，随时来可以说说你的过来聊。新故事。对对嗯，对对，谢谢邀请我过来，真的跟大家聊天儿太开心了。好，那感谢两位，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了，谢谢，嗯，好，谢谢作友，好，拜拜。拜拜。拜拜。